日本人被中国冬奥会开幕式所折服，与日本奥运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冬奥会的特殊开启方式有何意义？美国人看懂了吗？中国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于2月4号举行的冬奥会开幕式可谓是惊艳了全世界人民。这次冬奥会只有100分钟，但这短短的100分钟就将艺术与科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借助立春这一传统节气，将中国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国家，这是一份开创式的荣耀。同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与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并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奉为天花板级别。既然是天花板级别，自然是无法突破的，所以对今年的冬奥会开幕式能超过08年奥运会开幕式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但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后，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冬奥会与08年北京奥运会带给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根本没办法比较。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史诗感发挥到了极致，一场开幕式造就出了无与伦比的气势，西方国家的人民第一眼看到都傻眼了。过去几百年里，西方从未接受到来自遥远东方的审美，这种宏大的史诗感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极致的展现，将西方人们彻底压倒。而这次的冬奥会依然是张艺谋导演，但却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这种从艺术到理念，从小到精的氛围，依然也获得了其他国家的一致认可。甚至日本人民在看到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后，都开始纷纷批评日本2021年的奥运会开幕式。2月4号开幕式开始的时刻，日本也有很多频道在进行直播。门户网站日本雅虎对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发起了上万人的打分投票，其中有超过60%的人都打了满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这份在疫情之下精简的答卷，时间变短，人数变少，却十足给日本人看傻了。日本网友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气愤地骂日本的2021年奥运会，并对北京冬奥会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其中几个点赞数高的评论是这样讲的：能相信吗？半年前的东京奥运会，有人竟然化身裙带菜。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是最后，我觉得点燃圣火的想法在视觉上也很好，正好开幕式真漂亮呀！点燃圣火的意外性也非常好。果然，中国北京搞这种全球奥运会的演出就很好。再次对日本的开幕式感到失望，日本网友们极少见地统一了意见，对中国不吝啬任何赞美之词，而对日本失望至极。要知道，平时在日本雅虎网站上对中国的不实言论非常多，有很多捏造诋毁的中国新闻出现，总之就是乌烟瘴气的。但这次因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画风突变，实在是不容易，但也从侧面表示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确从内心中震撼到了世界各国的人民。而对于同样由张艺谋作为总导演的2场开幕式所产生的不同风格，张艺谋本人也在媒体采访时说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说到，2008年的时候，在创作开幕式时，我的想法就是要敞开大门，重新介绍自己，要让全世界的人好好看看我有很多家底，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我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璀璨的过去和历史传承。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地位，大家都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要敞开我们博大的胸怀。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可能强调的是我，但今年强调的是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飞跃，这里的我们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和所有人都一样，那么真诚，那么善良，那么浪漫。这可能是对北京2次奥运会开幕式不同风格最好的诠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经历了14年，这14年中国变化了太多，中国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世界第1大贸易国，在国家基础建设、经济、军事、航天航空、政治等方面都已经走向了世界前列。就像中国主席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中国会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中国从落后于世界的一个国家，短短几十年成长为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重任的国家，这其中的蜿蜒曲折和千辛万苦不足为外人道。中国成长了，变得强大了，要做的并不是和美国一样企图成为世界霸主，而是希望敞开中国博大的胸怀，将我变成我们。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惊艳的地方，那就是开幕式倒计时的方式，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24节气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诗相结合，每一幕景色、一个节气、一句诗都传递了一份独特的感情，这份感情只有中国人能够深刻体会到，这其中承载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5、4、3、2、1这样的倒计时是世界上最常用的倒计时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会使用这种方法，但就是太平常了。其实5、4、3、2、1这样的倒计时其实是西方人率先提出来的，最早出现在西方一位作家的科幻小说里，因为具有普遍性，所以逐渐在全世界使用，包括每一届的奥运会。而5、4、3、2、1的倒计时其实更加代表了西方的哲学思维，就是当其开启了一个新事物的时候，那么旧事物就被抛在了时间轴的后面，然后就面向未来看下一件事物。但北京冬奥会采用24节气来倒计时时，哲学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24节气是什么？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最早的纪年历法。中国古代便是由24节气来计算一年的，这也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在任何一个新事物出现后，旧事物并不会被抛弃，而是周而复始地回到立春，再次从立春开始。这种哲学思维方式也从侧面代表了中国之所以能生生不息5000余年，依然立足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所在。中国也是4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作为只有245年历史的世界霸主美国，能体会到这种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吗？